账本魏将军看过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薛平贵，账我是帮你算好了，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。哦，哼，这所谓何事啊？因为你是一个奸细。魏虎，这种话不许胡说。大姐夫，我怎么会胡说呢？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。你仔细的想想，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，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？薛平贵，你坦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平贵现在是西凉的大王。抓起来！好一个西凉王，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！你所谓何来？老前辈还没请教。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，刘老将军。平贵见过刘老将军。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，是由我刘毅解决的。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，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。这18年又过去，说，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？刘老将军息怒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平贵他……苏龙，你不要插话。刘老将军，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，动机可疑，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，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。来人，在，给我带回刑部，好好审问。是。哎，别动手动脚，免得伤了和气。平贵跟你们去就是。多谢丞相，人我带走了。有劳刘老将军了。哎，刘老将军，此人图谋不轨，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，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……此事我自有主张，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。是。岳父，为何这样鲁莽行事？苏龙啊，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，那到咱们中原来，就是动机可疑。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。哎呀，算粮事小，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。大姐夫，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？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，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，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？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，岳父如此这样，岂不是弄巧成拙？好了好了，苏龙啊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说了，就看刘毅将军，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。咱们呀，就等着瞧吧。薛平贵，他必死无疑。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？老夫看你气宇轩昂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，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。嗨，此言差矣。我贵为西凉王，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？你真的是西凉王？
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？如果你不是奸细，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，我大唐必以礼相待，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？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，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？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。你可否告诉老夫，你为何来到大唐？我？哼，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，只因为原来是这样，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。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，老夫也只是听说，王相爷的3000金嫁给一个乞丐，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。其实，至今为止，都好像做梦一般。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，所以我要回来找她。是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。事关重大，我得小心来查问。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。不敢。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？先母早逝，先父是被人害死的。哦，那找到凶手了吗？没有，一直都没有找到。老夫也倒是好奇，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，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？先父名叫薛浩，平贵还有个妹妹，叫薛琪。原来如此。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。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，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。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2天，等我查明真相以后，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。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，办事公正不阿，平贵佩服。平贵定当留下，一待将军查明。多谢大王谅解。等此事办完之后，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。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，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小姐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情不好了？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，他们就去禀告皇上，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。什么？平贵被抓了？这可怎么办？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找爹去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住口！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？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？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，那就是奸细，那是死路一条。我说王宝钏呐，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，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，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，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。哼，这下他进了刑部，恐怕是在劫难逃了。相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妇人之见，住口！我就是要说，你可真是老糊涂了。
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？你也不想想，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，是何等的风光，何等的荣耀啊！你呀，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？哼！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区区西凉王，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。岳父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，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，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？是啊，爹，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，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，气不过才来到相府。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？大姐，你说了半天，他还是个奸细。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，那我去刑部救他。好，我也去。老夫不准。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，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。爹，您这是大错特错了，您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有什么不对的？老夫说了，谁要敢乱来，老夫就不客气了。好，娘，你不用为难，我自己去。王宝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爹才刚下了命令，你还敢去啊？刚才爹说了，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。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，为了救我丈夫，我当然要去。小姐，我陪你去。小莲，你敢？魏虎，宝钏要去，我看谁敢阻拦。是啊，魏虎，宝钏说了，她不是咱们相府的人，你没有权利阻拦她。哼，他要是走了，就永远不要回相府。爹。大哥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哎呦，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，有什么不好啦？这酒才有毒是吧？不是啊，哎，小莲，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，好不容易过上2天好日子，你又说不好了？哎，你们都先别说话，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，真是的。哎呦，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！胳膊往外拐了啊！哎呀，好了，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？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！平贵都当了西凉王，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，还陷害他。是啊，尤其是那个死魏虎，这个大坏人，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，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。哼，这王丞相真不是人，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。哎，也没有啊，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，其他还是有好人的。小莲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别急，我相信啊，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。大姐夫，平贵他会不会？啊，三姨妹，你放心，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，他是一个正义之人。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，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。刘将军，是谁要见老夫啊？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。苏将军，你前来是？哦，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，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。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。王宝钏，拜见刘将军。免礼。刘将军，
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，但是他这次前来，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，并无他意。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？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。能否取下，让老夫看看？对，就是这块玉。我再问你，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，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？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，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。他养父是谁？他叫薛浩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。平贵他告诉我，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，好像是被人追杀了，刚好薛浩经过，见到了叶星被杀，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。公公他确实叫叶星。那除了这块玉，还有别的什么？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，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。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？快说！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文字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老天爷，你终于让我找到了！刘老将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苏将军，你可立了大功。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，就可以断定，薛平贵，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。